袁教授，明天你这门课是期末考，给我也准备一张卷子。你也考？你材料旁听了1个月啊，那学习总要给自己一个交代。郑教授，周浩要求又提高了，说期末考你必须高于97分，你才能继续做他的指导老师。97，我只能错1题。哎呀，老郑，你行不行啊？别到时候连我学生都考不过，你别太小瞧我了啊！老郑啊，现在的学霸很卷的。袁老师，我也想考一下，怎么办？才学了1个月，明天考试还只能错1题，看来今天只能通宵了。总不能真考不过学生吧？郑教授，这达文西今年新出的卷子，您给审一下。好，先复习再说。郑教授，您研究生把实验室给炸了，让他们写一份检讨。好，终于能好好复习了。爸，我得去接大宝放学了，小宝你帮我带一下。那不啊，外公要复习呢，明天要期末考试。那外公给你讲量子力学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今天就先讲量子态跟叠加态。喂，郑教授，张涛，明天的考试复习的怎么样？差不多了，郑教授。那你来我办公室一趟。好。哎，郑涛，郑教授叫你干嘛去啊？郑教授大概是缺个学习搭子。郑教授，哎，郑涛，既然你已经复习的差不多了，就帮我带一下娃吧，我好复习。如果哭的话，你给他讲讲量子力学就不哭了啊。这是什么造型啊？郑教授，冬天太干燥，经验太多了，找根金属接地之后完美解决。那你不能找根细点的吗？好，郑教授，你好好复习吧。考试时间已经过去了1个小时，大家请注意。什么意思你？我哪里做错了？你哪里做错了我？到底哪里做错了？哎，张涛，我上次怎么看到周浩给别人递情书啊？情书？哪个女生啊？好像是那个姓姚的。你怎么会认为那个是情书啊？那个是周浩给人家。好，下课。张涛，你说我这门课的书本会到哪里去啊？上次上完课又找不到了，会不会是落在实验室了呀？我一会儿去看看吧。你的书在旁边同学的书包里，夹在英语跟高数之间。上次下课的时候，你把书给了这位同学，他随手塞进了书包里。我一会儿不回寝室，我书你先帮我拿一下。行。哦，还真在我这。哎，同学，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啊？我是材料科学的，老师建议我来听郑老师的课，我来旁听了好几次。哦，那你这门课有什么不懂的可以问我。不需要谢谢，我学过的知识不会忘。这么厉害，不会忘？那这本书203页讲的什么？音域模型跟临界态。那你说要背，我也能背下来。老师在14号站台讲台左侧讲的这个知识点，那瞬间窗外电线杆上停着4只麻雀，教室里有位同学咳嗽了2声。好厉害啊，同学！但你不会忘不代表你理解了呀，不理解的也可以问我。不用，问老师才是最高效的。这么拽。郑老师，有几个问题想请教您一下。哎呀，我现在有点事啊，你可以去问黄衣服那小子周浩，问他也一样啊。随时啊。哎，你们不知道姚一吗？你说刚才那个女生？对啊，她是材料科学的年级第一，听说1学期的课程，她用1个月就能学完。那她来咱们物理系干嘛呀？好像是研究这个以贝同氧遇到了些困难，需要深入学习一下我们物理的知识。异贝同氧，哎，别说了，先吃饭去。哎，同学，周浩今天没来上课吗？他们寝室经常不来上课，去干嘛了我也不知道。我这样讲，好不好明白？懂了。你很适合学物理啊，姚毅，考不考虑转专业？转专业？你这脑瓜子不来研究理论物理，很可惜。相比理论，我还是更喜欢应用科学。好吧，否则你就可以跟周浩一组。我跟你说，周浩这小子天赋可高了。我老师叫我去趟办公室。走吧。周浩这孩子真是天才啊！而且他现在大3，才18岁，太厉害。老师，你们怎么会认识周浩呀？你去听物理课的时候，周浩跑来听咱们材料科学的课。老师，那您叫我来是什么事？哦，对，就想要你以后啊，在学科上可以跟周浩多交流交流，说不定对你的研究有帮助。老师，你有周浩联系方式吗？有啊。周浩，你去我们专业干什么？证明你比我聪明。没有啊，我就想帮帮你。那情书？你不是在以贝同氧的制备上遇到困难，我帮你解决了，你自己再去试试呗。谢谢你上次帮我找书啊。哎，对了，你千万不要告诉你们老师啊，否则他又要喊我转去你们专业了。Shift。正好，我们同学的荣誉墙上有你们3的照片，挂墙上了。
又当新闻报了。你们3月去折腾农学院了？没有，还不是因为周浩前些日子那一脚。哎，你们知不知道我们学校后山有农学院的种植园啊？听说过，我们去看看好不好？听说有很多珍稀植物。那我们见见世面去。好，那走啊。你看这后面几座山都是学校的。哎，你看这个珍稀濒危植物园，请勿破坏。这一片价值会有多少？该不会有上亿吧？边界了，我们得去找一下农学院的人了吧？这我们该找谁啊？看这里，这树是有主人的，林学朱立农。那走呗。这是我培育了3年才培育出来的树苗，你们把它踩折了，这还是我研究生论文的实验样本啊！他要是死了，我研究生也毕不了业。虽然这苗是我踩断的，但你先别着急，我会努力让它活着。你哪个班的？物理系的。请把我物理送走。学长，真不好意思，你先去急救一下，或许我们3会帮你。我要到林学的课表，我看看我明天去上哪些课。我明天去问问郑教授能不能帮咱们。那我去闻朱立农的情绪。接下来我们讲话的形态与结构。我们去找一下郑老师。我了解，你得帮帮我啊，郑老师。别急，周浩，我帮你叫一个20人的专家小组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。哎，那倒不用，你帮我找个厉害点的专家，我去学习一下。那你得去一座山上。踩成这样确实不容易存活了，但是也不是没有办法，还有些方法可以抢救一下。您说，老师？这样子啊，你先把这个能做的不该做的都做了，能不能活就看命了，肯定能活下来的。咱们班有人去种田了，地上这么多泥泞。不好意思，老师，我们班会拖的。这几天怎么老是不下雨啊？我们多来浇水呗。明天有冷空气啊，苗会不会冻死啊？想想办法。小兄弟，真活下来了，不耽误你毕业就行了。你送佛送到西，我还有一个难题，你能不能也帮我一下？你说呗。这种植物叫做羊毛林，在野外几乎已经快灭绝了。因为这种植物的种子不孕率极高，天然更新能力很弱。我花了3年时间就成功育了这一株苗。你是想我帮你育苗啊？对，否则这种植物就只有灭绝这一条路了。可以啊，灭绝了确实怪可惜的。谢了，小兄弟，明天请你吃饭。哎，不用这么客气。给你个蜡烛啊。张老，你怎么会有新苗啊？你当初剪下来的枝条，我捡回来插着就活了呗。你有用吗？阳台上还有好几盆。你怎么弄的？最近的气温、湿度、降雨量我都记录在这里了，你要参考一下。我扦插过也没活呀。不知道啊，我就把2兜肉的土跟后山土混合了一下就活了。小涛，你配出了最适合它生长的土壤。一龙，这次你成功培育濒危物种，省林业部门点名表扬，学校为了奖励你做出的贡献，决定给予你28万元的全额奖学金。谢谢老师。但这次成功其实有3位同学贡献非常大，所以奖金我想分他们一点。这当然是可以的。另外，你准备一张照片，要挂在我们学院的荣誉墙上。好。哎，对了，那3个同学是哪个班的？哦，他们是物理系。谢谢。哎，张涛，你怎么3天没来上课啊？我被医学院研究了3天。啊，发生什么事啊？我不想回忆。别问张涛这件事，这大概是他最社死的时刻。哎，我今天怎么浑身发痒？你是不是过敏了，张涛？啊，我能对什么东西过敏啊？我们学院不是换了新椅子吗？你该不会是对新椅子过敏了吧？有可能啊，走去研究一下。痒吗？没反应啊，看来不是椅子导致的呀。是哎，周浩，你在画什么？我刚刚拆的时候发现这些椅子设计有问题，我优化了设计，可以把螺丝从24颗减少到18颗，用料更省，但结构更坚固。我向学校反馈一下。你能不能先关心一下我？哎，张涛，你们最近有人过敏吗？我过敏了。现在全校好多师生都过敏了。全校师生？对啊，各个专业都有。医学院已经开始调查这个事情了。那医学院怎么说？他们初步断定是某种花粉过敏。花粉过敏？那为什么就今年过敏啊？去年、前年这个时候也开花呀？哪种花变异了？我想想也不合理啊，每年都开花，那有没有可能是一种不是每年都开的花，但是今年开花了？好有道理啊。那有没有这种花呀？哎，我认识管理校园绿化这一块的王大叔，那学校有什么绿植他应该都清楚，找他去。不是每年都开的花，有八角竹，我带你们去看一下。居然真开花了，10几年都不见它开花了，今年居然开了。王老师，学校里大概有多少八角竹啊？
少说也有100多株啊，那大概就是它导致大家过敏，我都开始痒了。那我们叫医学院的同学来看看呗，采几朵样本我们回去检测。哎，怎么这么痒啊？哎，张涛，你不痒吗？哎，是哎，我不痒哎，就你不过敏啊？是哎，就我对它不过敏啊。带回去研究一下。什么？张涛就这样被研究了3天啊？是的，研究出来什么？张涛确实不对这种花粉过敏，而且张涛自始至终都没有过敏过。那张涛一开始浑身发痒是因为什么？医学院的研究结果是，张涛3天没洗澡，太脏了。好丢人啊！写